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这一次来给大家组装一台只有 RGB 的电脑主机。前段时间普利摩给我们寄来了一个新的机箱 Neo Q5620，拿到手以后我纠结了很久，应该用它做什么？毕竟我们工作室暂时也没有其他人想要换电脑。后来在研究机箱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它是能够容纳2台主机的，而且2个大车头只要能够利用得当的话，还可以显著的提升主机的性能。没错，众所周知，主机里面每提升10%的 RGB 比例就可以提升30%的性能。于是我的脑海里面就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电脑主机的 RGB 含量可以达到100%，也就是机箱里面只有 RGB 的话那么性能不就会产生飞跃式的提升了吗？简单点来说，就是将电脑里面不重要的部件，比如 CPU、主板、内存什么的塞到背后之类看不到的地方，那么肉眼所及之处就只有 RGB 了。再根据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观察不到的东西就会处于叠加态，也就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剩下的就只有 RGB 了。然后按照刚刚提到的性能提升比例来算整台机器的性能就可以直接达到原本的300%简直就是1机顶3机真是想想都觉得兴奋那么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开始正片。首先肯定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角普利摩 Neo Q5620，简称 N1620Q 的这款机箱，长宽高为460×270×450加上2块4毫米侧透钢化玻璃以及0.8毫米的板材，让裸机箱重量也达到了惊人的10公斤。看来就算健身环卖掉了，我也不缺健身器材了呢。得益于这个尺寸，这款机箱最多能容纳3个360冷排以及9把机箱风扇加上侧面和正面的2个玻璃大侧透以及正面支持神光同步的 RGB 灯，还没有开始装机就已经感受到浓浓的 RGB 气息了。至于2个前置 USB 3.0 Type A 和1个 Type C 接口，支持显卡梳装，还有4面可拆方便装机，这些对于 RGB 没有帮助的东西就不用了解太多了。那么主角介绍完，接下来就是配角登场了。这个机箱正面可以安装一套 ATX 主板的电脑，反面可以再安装一套 ITX 的电脑但是正面是留给 RGB 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会在背后安装一套 ITX 的配置。首先来挑选 CPU， 因为劳模 990K 现在在别的项目里面996所以这次用的是上次测散热时那颗朴实无华的 3900X。既然选定了 AMD 平台，那么使用的主板就确定了是 ROG 的 X570-i 毕竟在机箱照明领域 ROG 的地位可以说是数1数2的。虽然这台主机的主体是 RGB， 但是显卡也不能将就于是我又找来了一张 EVGA 的 RTX 2080 Ti Blower 人熏吹爆版再次请它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我们会上分体式的水冷。然后因为机箱背面的空间只能安装半高显卡，也就是俗称的刀卡，所以显卡会通过一条60公分的追风者的 PCIe 延长线转接到正面。这种高品质的 PCIe 延长线对于显卡性能的损耗几乎为0。然后请大家不要担心，这是显卡虽然会放到正面，但是换了冷头之后很薄，而且是作为手办支架来使用的对 RGB 不会造成影响。电源用的是这个机箱的标准搭配，这是一个电源带2套配置的追风者 Revolt X 1000瓦白金全模组电源虽然我们这次只装1套配置但是反正有就一起放上去呗。至于剩下的硬件，我就随便挑了点影驰名人堂 PCIe 4.0 1TB 固态和一王的藏宝阁赞助的新版 C9 灯条凑合用一下反正重点是正面的 RGB， 这些随便就好了。说到散热的话，既然主体是 RGB， 那么最契合它的肯定就是分体式水冷了刚好这个机箱可以支持2个360冷排，而且在背后的 390X 怎么说也是12核的处理器所以不用多说了，直接 1K 分体式水冷套装搞起。最后就是风扇了，这次用的是普利摩自己家的 Skirom DRGB 120，是12公分的幻彩 RGB 风扇，最高转数1500转，静音效果应该不错。2个360冷排加上底部还能再装3个风扇，那肯定是要9个风扇位全部满上的。那么配角都已经到齐了，就开始装机吧。因为显卡要肩负手办支架的重任，同时又不能影响 RGB 的展示效果所以会安装在机箱的最底部。这里要把 PCIe 延长线连接显卡的另外一端固定住，为显卡提供支撑因此我们把机箱带到工作室附近的工厂，在正面显卡安装的位置进行打孔，让 PCIe 延长线可以用螺丝固定在上面。改造完以后就真的要开始装机了，因为这次不是分体水冷的组装教程，所以安装过程会稍微快一点这里为了方便后续的安装，会在进机箱之前把 CPU、内存、硬盘等要固定在主板上的东西先装好。还是那句老话，记得死磨。虽然 ROG 这块 X570i 有自带 M.232 马甲不过考虑到 PCIe 4.0 固态发热量比较大，就还是保留了固态原来的带热管的马甲。在插上内存以后，就可以准备进机箱了别忘了装 I/O 挡板。
过来就是安装电源了，虽然追风者 Revolt X 比标准 ATX 规格电源略长一点不过 N1620Q 的电源仓最大可以支持275毫米的电源安装起来没有太大的难度，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再把刚刚提到的 PCI 延长线固定到正面，长出来的部分塞到背后不过线这样露出来还是不够美观，所以我们还提前准备了纯白色能和机箱风格匹配上的挡板。这块挡板是我们根据机箱正面的空位用 CAD 画出来，再到附近的工厂切割制作的。材料是铝板，做了白色的喷漆，装好之后，这条又黑又大又粗的 PCI 延长线就被完美挡住了，中间这块就可以打造成重点展示区域。主板这头的 PCI 延长线还是多出来了一些，质量好、长度合适的太难找了当然侧板一盖之后看不到了。为了预留背后轴管的位置，安装水冷前先把硬件的供电线和前面板接线插好。说起来 ，ROG 这块 X5000i 的音频接线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是主板上面位置实在不够了，还要先用一根转换线将主板上面的小插头转换成正常尺寸的。基本硬件安装完成，过来就是最麻烦的分体水冷部分了。因为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所以在安装之前，我们先用蒸馏水把冷排清洗了一遍，防止有残余的焊料或者灰尘之类的脏东西堵在冷头这次安装我们是有经验的。冷排的安装位置我选在了侧面和顶部，热量可以直接排出机箱外面。侧面的冷排和风扇都装在了机箱的背面空间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把走线孔挡住等一下背面 CPU 的水冷管要从走线孔穿过来。安装的时候发现，即便是装在了外侧，也不会导致侧板盖不上看来机箱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有过这方面的考量。底部的3把风扇是朝上吹，负责吸入冷风。上好之后，别忘了把底部的防尘网装上，不然就变成吸尘器了。正面因为只装 RGB 的缘故，原本机箱为 I/O 接口预留的空位就显得有些突兀于是我从网上买了一块没有开孔的 I/O 挡板不过装的时候才发现买小了，很容易掉下来所以我只能用热熔胶强行粘了上去应该看不太出来。因为 EK 这个带水泵的一体式水箱附送了装到风扇上面的支架，而且它是有 RGB 效果的，所以就把它安装在了正面。最右边这个风扇的位置，正上方装水箱的话也不会撞到显卡。显卡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换好了全覆盖冷头，这里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了。装完以后，我还是有点担心显卡会承受不住手办的重量，而这里又安装不了显卡支架，所以我在显卡和风扇之间加了一个软垫，来保护我的手办，万一手办站不稳倒了，还是挺麻烦的。那么就到最难的轴管部分了，先把快拧头装上硬件的进出水口注意拧紧就好，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不然的话很容易把水冷部件的亚克力部分给挤爆。这里因为轴管的原因需要更换冷排上面已经拧好的快拧头不过更换的时候发现快拧头被风扇挡住了，手不好伸进去搞只好把冷排拆下来再装一遍。我们是有经验的。终于可以开始轴管了，一开始我是打算全部用硬管的不过发现要从背后的 CPU 冷头绕到前面难度有一点大，而且装了9把 RGB 风扇以后背面的线实在是太多了，轴管的难度再加一级，所以最后只好将背面的部分换成了软管反正在正面最多只露出来一小节，我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这是软的还是硬的也就没有关系了。不过肥仔里的线有一点惨不忍睹，这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把线拆开又理了一遍然后才把第2根管装了上去。再用机箱自带的挡板遮一下，看上去就比较整齐漂亮了。这次的安装也可以看出，和硬管对比起来，软管使用更加方便，安装速度更快，而且相对也没有这么容易漏水。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分体水冷的玩家，还是比较推荐使用软管的。不过正面这一边为了美观，就肯定还是要硬的。有过上一次的硬管水冷安装经验之后，这次弯管的速度就快了不少但始终还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这里只弯一根演示一下，后面就只放出安装的部分了。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又发现了2个冷排之间的空间有些不够硬管塞不进去，所以只好把冷排拧松以后再安装再拧回去。我们是真的有经验的。费尽千辛万苦装起来之后，看起来倒是挺漂亮的。最后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边上最长的那根水管有一点晃这里加了个胶垫粘在了水箱上面，增强了一下稳定性。那么终于到了最紧张最刺激的环节了，那就是加水。这里找了一个启动器短接了电源的24拼，这样就可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启动水泵即使漏水也不会烧硬件了。以及过量的纸巾还是必要的，特别是 CPU 冷头下方就是电源了。
这一次我们依旧用的是屈臣氏牌水冷液因为水的比热容是常见物质中最大的，用来当水冷液是很合适的不然怎么叫水冷呢？而且蒸馏水没有什么杂质，不容易产生水垢。加完以后打开电源，水泵就会开始工作，水位会开始下降杯要一直续上，不能让水泵空转。这里因为冷排装的有点高，水上不去，不能形成一个畅通的水路所以初次启动的时候，我手动倒了几下机箱让水能够填满顶部的冷排，排出里面的空气。后续使用的时候就不用再这样做了，即使断了电，水也是不会降下来的气泡在水冷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就会慢慢排出，声音也会降到基本听不到。在水泵运行了几个小时，确保了没有漏水之后终于来到最后一步了。我买来了一块11.6寸的便携式写真器准备用来当背景墙，给中间这块重点展示区域增加一些点缀毕竟只有 RGB 的话还是有一些枯燥的。这里我是直接用 3M 胶粘在了之前的挡板上面放心 3M 双面胶布足够牢固，反而要担心的是能不能取下来话说肥仔那群家伙一直在怂恿我把 iPad Pro 装上去说什么自带磁铁不用打孔，屏幕比例也比较合适结果一问摔坏了谁出钱都不说话了。这个显示器本来只要一条 Type-C 线就可以满足供电和视频输出的需求了结果后来发现2080 Ti 的 Type-C 接口供电有限制，启动不起来，最后只好给它多接了一个 USB 供电。然后把拆下来的侧板什么的装上，灵魂核心手办当然也是不能被忘记的。最后再把正面玻璃和顶盖装好，整台主机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来开机，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再把背景和灯光什么的调整一下。没错，这机器表面上是一台 RGB 电脑主机，实际上这是一个可以根据不同的老婆来更换不同主题背景的智能手办展示架。性能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再加上它只是一个 RGB 手办展示盒这里就放一张 Master Lu 的跑分就好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性能在源源不断的往上提升？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你的信仰还不太够。至于温度，这里尝试了一下双烤，大半小时之后显卡只有50度 ，CPU 反倒是80出头看来7纳米的机热果然是比较厉害的不过也无所谓了，老婆们不热就可以了。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手办展示盒的制作还是比较成功的也就是装水管的时候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另外就是最终的成品还是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风扇的灯光太亮了，但是又没有照到手办的正面就导致老婆们看上去黑了一点。我原本打算是再安装射灯或者是 LED 灯带来补光的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就还没有来得及折腾迟一点有机会再继续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玩得还是很开心的。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老婆喜欢我的这个手办展示盒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新观众记得订阅我是一王，下次再见，拜拜。